典藏的核心要素包含入典、保存、研究、再现。北美馆6000多件典藏品，依据媒材分为13类，由19世纪到当代创作都有，油画、雕塑、素描、复合媒材、摄影等等。许多的典藏展重在重现作品本身的美感与艺术性，而物质世界则是一档以典藏品为核心，结合研究导向所策划的主题展，透过策展的方式重新探索作品的媒材特性、创作技术以及隐含的文化意义和它们与观众的关系。物质世界这一档其实是今年度的典藏展，我回到了一个我觉得比较大的时空框架去思考，就是为什么会有像20世纪初这些超现实跟达的艺术的发展。我觉得其实跟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很有关系。我们怎么从手工制造的一个时代转变到工商业社会，大量生产，可能工时更长，然后产业转型的一个状况。面对了台湾某一个时期产业剧烈的改变跟变化，影响了就是今天台湾的当代艺术，从现代开始转到当代，艺术家们会开始使用现成物，然后会开始讨论很多社会机制面向，所以算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出发点，都开始先找我们典藏品先进行选件。这次就展出29位艺术家，总共是23位是我们的典藏的艺术家，有一个呢跟国影中心特别借展的，就是白景瑞导演的作品。觉得这个主题它其实有一些可以更当下时空的回应。新邀展的这些艺术家有5位是把典藏品我觉得讨论的叙事去扩大。物质世界这场展览啊，就是在中文跟英文的标题其实有一点方向上的不同，中文叫物质世界，英文叫 Material Extensions。 这场展我觉得它有一点是从这2个地方展开，就是这次展览有大概分4大主题8个展间。开始的展场在谈我们平常消费的这些物，它怎么进到我们的生活里头。第一个展间整个展陈的作品，就是你可能去逛超市，你去购买这些物件，获得这些物件的场景。第2个展间它就回到一个看起来比较居家私密的空间，当这些物进到人们的家里之后，它怎么样去反映了大家的生活状态、个性这件事情。整个展间的叙事有点像是从空间中的物看到艺术家怎么在看自己的居家空间，看到这个居家空间的时间性，例如陈典茂的作品，看到某一个时期他所绘画记录下那台湾很常用的花砖。比较难得的可能是黄明昌老师这次的作品，他怎么在观看他的居家空间，这是完整展出他的12件。我们透过艺术家去看到他们的眼光怎么样移转这件事情。第3个展间它就拉到一个更大的维度，整个社会形态的转变的时候，其实城市的景观也在跟着改变，而我们的典藏也有作品去回应这样子的变化时间性的部分。我觉得他都在谈一个关于怎么从农业社会步入到工商社会，然后城市景观开始改变，很快的就有这样子工业的工厂盖在其实就是稻田的旁边，这样子状态的改变下，人们的速度啊或是移动的状况也会不太一样。这是在前3个展间它比较有一个表象的世界去展开。第4个展间是这次展览的第2主题，去展现了艺术家怎么透过物去展开的一种想象跟奇想去延伸的部分。还蛮经典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典藏作品黄文浩的作品，然后梅丁岩老师的作品，无论是在语境上作品的命名方法，或是跟现实有些事情的回应，也邀了几件新的作品，包含卢冠宏的作品、唐雅文的作品。
第5个展间展开了我们这次比较大的第3个子题。第3个子题其实就比较在谈一个人跟物之间的交互关系。交互关系就包含了我们怎么透过物去展现自我，然后艺术家在这些物或是这些媒材的探索上展开了什么样的实验。第6个展间邀请了何彩楼跟汤雅文，他们2个都碰触到今天我们试图在规格化定义很多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事情它还是有蛮多的差异性的。汤雅文是现地创作讨论的灰尘，可是这个灰尘的聚集其实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线索，可能来自于美术馆的灰尘会反映一些居家状况。彩楼部分则是我觉得有很多空间灯光的使用，很多这种当代性的有些动作，或是他找到一些物件的切换机制，去创造了一个艺术转换的瞬间。第7个展间就是第3子题，它更回应到一个机制面向的事情，比如说当今天的房产，大家对于这些居住的想象到底是什么？居住这件事情或是房屋这件事情成为商品之后，他们怎么样去改变了蛮多社会现象。虽然艺术家的绘画可能并不完全直指这件事情，可是其实你可以从里面读到非常多隐藏的意涵或是广告或这些叙事。这次很高兴可以重现周玉正的工作室卢街德，是让大家有机会坐上那个平台去阅读当初周玉正跟杨季娟去访谈卢街德写下的那本他的工作室。你可以透过一个个人去看到一个台湾产业转型那个变化性是什么。在展览的最后一间，这个展的最后一个子题，它其实也是回头再重新回应了这个展的英文的命题，就是 Material Extensions。物也有机会可能成为一种媒介，它其实会影响了我们去感知这个世界的方法，或是思考这个世界的方法。特别邀请李杰，也是做委托的现地制作。这个现地制作，我觉得就用上了蛮多他创作中我看到的绘画性，而这个绘画性是用透过不同的物质去重新显现这个绘画性。我觉得他很擅长调度很多声音跟影像跟光，去创造唯独那个空间才会产生的一种感知叙事。我们创造了很多像是有点类似镜像的空间，试图在灯光上做了蛮多的调度，整个展场看起来像是一个一个的单元体。这都是回应了我们在北美馆这个很现代建筑的里头，它其实会有一种单元性的这件事情。在灯光上是一个我们比较特别去做调度的地方。一开始的开场就是用了这样冷的光，像是超市的光线。我觉得过去的生活啊，比如说你是跟随日光而做，或者是你是点烛光，灯光的色温可能就会是比较偏暖的。有2个特别的转换口，我特别把那个像是办公室的轻钢架刻意的有点压低那个空间感，灯离观众非常的近，可能很刺眼。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当代生活的灯，这个灯的意象也贯穿整个展场。今天我们还会来到现场看展览，应该有现场的意义。这次在文宣品上也有一个特别的设计，就是那个展览说明书其实有个套叠的效果。我如果拿着展览入口处拿的封套，跟不同展间的套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它会对应出那个展间的艺术家有谁，然后会对应出你现在人在哪个位置。我跟设计师特别讨论了把所有作品的年代排上去，时代性的变化其实会隐含在艺术家的创作中。大家去看的时候，或许在这个比对中跟自己的生活去呼应。这个展蛮希望是它可能会让观众比较直觉的可以跟自己的生活有连结，因为我觉得在这次的选件上，从可能很生活物件出发，从很居家或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些城市的空间，当观众看到作品有感觉的时候，其实也是看到了那个作品跟自己的连结性。这次展览也设计了一些镜面的效果，或许是观众在展览中会不断也看到自己，这是这个展览有个比较特别的安排。物质世界展览特别思考日常风景与典藏作品的趣味对话，透过策展的方式重新探索作品与观众的关系，
让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成为观看与被观看的可能性。